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做一个柿子蛋糕，这个月份正好也是合适上市的季节，既便宜又好吃，还特别的甜，和蜜一样，不需要任何的加工，直接做成纯天然的果酱。做一个简单的戚风蛋糕，中间加上这样的柿子酱，特别的好吃。想吃的话，可就这几天时间了，此时不吃更待何时？制作这款蛋糕只需要做一个蛋糕胚子就可以了。好长时间也没有分享戚风蛋糕的做法了，那今天就做一个8寸的戚风蛋糕当胚子用。学会了戚风的做法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去做各种各样的蛋糕。首先是准备4个中等大小的鸡蛋，把蛋白和蛋黄分离。鸡蛋大约每个60克左右，放蛋白的碗要干净，无水无油。分离好之后，先在蛋黄中加入40克的牛奶。40克的食用油，就是家里普通炒菜的油就行，然后就先把这份材料搅拌均匀。简单的搅拌下之后，再加入60克的低筋面粉。如果面粉中有小硬块，得过筛一下。低筋粉一般都是用来做蛋糕的，很多品牌包装上也会直接写蛋糕粉。加入面粉，搅拌成均匀的糊状，这份材料就可以先放在一旁备用了。那接下来在蛋白中加入60克的白砂糖，再加入几滴的白醋或者是柠檬汁，或者是加入1到2克的塔塔粉，就是做蛋糕用的一种材料。接着取来打蛋器，先开低速旋转起来，防止材料飞溅，然后开高速持续打发到中性发泡。蛋白打发到湿性发泡，也就是打发到中途的时候，可以适当的降低1到2个档位，比如打蛋器是7档，可以降到5档，这样做出来的蛋糕会比较细腻。大概需要4到5分钟就能打发好，打发到打蛋器拿出来带有这种弯钩状。不过这个时间只是一个参考，我们要根据自己打蛋器的转速和材料的状态灵活调整。更重要的是把蛋白要打发到这种状态。打发好之后，取1/3的蛋白和刚才的面糊混合在一起，用抄底翻拌的方式翻拌均匀。混合的时候要稍微快一些翻拌均匀之后，就把2份材料再混合在一起。基本上做8寸的戚风蛋糕，配料都是5个鸡蛋。4个鸡蛋的配料是老爷子觉着很多朋友在家里做并不是专业的，而且家里的设备有限，蛋糕做得太厚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，尤其是在烤的时候，所以减少1个鸡蛋可以让很多朋友在家里做增加成功率。用抄底翻拌的方式混合均匀之后，就可以把材料倒入模具里送入烤箱了。记着，烤箱需要提前把温度预热好。那烤箱的温度设定是把烤箱预热到上火140度，下火140度，放在烤箱的偏下层烤50分钟左右。如果烤箱只有3层的，就放在中层。中途的时候感觉表层上色比较严重，可以用锡箔纸虚掩着遮挡一下。较小的烤箱实际受热会更高一些，温度就要适当调低一些。蛋糕烤好之后，在桌子上轻震几下，然后倒扣放凉。放凉的时候要留有缝隙，不要热着脱模不然蛋糕会轻微的回缩。之前做蛋糕有的朋友也会问，烤蛋糕的时候会开裂，轻微的开裂是属于正常的。老爷子做了30年的面点了，有的时候做蛋糕也会轻微的开裂的。现在这个季节正好也是产合适的时候，又便宜又好吃，像蜜一样甜，不需要任何的加工，直接挤出来就可以当果酱用。等到蛋糕放凉之后脱模，这里顺便给大家展示一下蛋糕是怎样脱模的。
最后蛋糕切成胚子，中间加上柿子酱，搭配上一些水果，既有营养又好吃，可以大胆放心的给家里的大小朋友来吃了，保证他们也特别的喜欢。到这里，这款简单的柿子蛋糕就做好了。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。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，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